恭喜大家啊，进入到咱们竹子教学的一个后期的一个课程。那么后期的课程呢，我主要是给大家做示范啊，做这种竹子的示范，有墨竹的，然后有细杆子的，有粗竹子怎么画啊，还有带颜色的竹子怎么画，包括在不同的宣纸上，咱们又该怎么画。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写生啊、创作啊，到这个阶段啊，但是需要大家啊前期需要大家多练，练一部分之后呢，练的差不多了之后啊，当你在画这种成品的竹子的时候呢，那就会感觉啊水到渠成，非常简单了。那么首先这节课咱们先给大家示范这种墨竹成幅的作品是如何去画的。首先用的是生宣纸，这个尺寸的话呢，还是4尺6裁的一个尺寸。大家前期练习的时候呢，也可以练习这种略小一点的尺寸，这样画起来啊比较快，比较快捷，然后呢也比较好出效果。如果说上来就画特别大的尺寸，就容易把控不住嘛。可以先从小画开始练，还是笔尖上去调浓墨，笔肚上呢保留淡墨。然后笔尖上也可以再调一点淡墨。之后呢，咱们开始画这幅竹子。画竹子的时候啊，咱们先要考虑它的一个构图变化嘛，一个构图规律。哪个地方长竹叶子，哪个地方呢？长枝干。枝干的话，咱们要考虑不要画的这个太中间啊，不要画的太居中，要居中偏左或者偏右啊都可以，偏左或者偏右都行，唯独就是中间不行。这个是一个构图的一个大的框架，一个大的规律。比方说，咱们出竹枝，从这个地方出，那竹枝的出法呢，也是有2种，一种是折枝的方法，就是呢，不是从纸外边长出去，而是呢从纸里边，直接就这样画就可以了。另一种呢，就是从纸外画。那这2种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啊，都可以，2种方法。比方说，咱们先来一幅啊，这个从里面画的。顺势呢，也可以支架就出枝，也可以。画的时候，真正画的时候呢，就可以自由一点。包括竹节为什么没点呢？对吧？竹节咱们可以一会儿再点嘛，不要着急。可以先画竹节啊，画完竹枝可以先画竹节。如果说顺手的话，对吧？手感非常好，那么就可以顺便呢先出一些竹枝。但这些地方故意的，我是把它加大了一点。大家如果说担心这样你画的不够好那么就把它画的对上啊，也是可以的。我是这个地方呢，我是把它夸张啊，给它夸张处理了。大家现在看一下，这样一小幅画的当中啊，这个是一根朝向这边的竹竿，这个呢朝向这边，那么本身这2个竹竿啊就产生了一个方向上的变化，对吧？那这个稍微的挺直一点，这个呢稍微弯曲一点。那弯曲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弯曲，竹节的地方不要弯曲，宁折不弯嘛。那可以在这个地方稍微弯曲一点。那这个地方我夸张处理之后呢，故意的就是朝这个方向，转动了一下，转动了一下。每个竹竿都要笔直一点啊，然后竹节的地方呢可以错开一点，或者是竹节的地方呢，可以稍微的弯曲一点，这样的。然后开始画竹叶子，
竹叶子呢，也是要注意它的一个聚散变化。那竹枝出竹枝的时候呢，咱们已经有了聚散变化，对吧？这个地方出了2个，这个地方呢出了1个啊，当然也有一个小的，对吧？啊，在画的过程中呢，咱们就可以参考咱们出的竹枝来画这个，也可以呢从这个地方啊再出来一个小枝。你比方说，这个就是看咱们个人的一个发挥啊，想怎么出就怎么出。你比方说，想着从这个地方。从后面再绕过一个小竹枝来，对吧？那么这个小竹枝可以理解这种变化吗？就是从左边出来2个小竹枝，对吧？2个小竹枝呢，这个小竹枝啊绕到后面来了，绕到后面来呢之后呢，和这边的右边的这个竹枝重合了。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这个竹节。给人感觉这个竹节右边这一块加上这一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面积，对吧？这个就是可以画成一个聚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画成一个散的，聚散就很明显了。这样画的话就很明显了，也不一定全部都这样出啊。就是有些小画，比方说，哎，要的一点比较俏皮一点的感觉，比较灵动一点的感觉，就可以像我这样去构图。还用这种非常常用的这种方法，这个腐叶竹的芥字形啊。出上一些小枝。其实就是一直在排布这种芥字形的结构，可以看出来吗？这种变化一直是在排布这种芥字形的结构，只不过它的叶子长短不一样，粗细不一样。画到后边的话呢，就可以不用再去调墨了，笔尖上直接调水就可以了，再去补充一些浅的叶子。再去补充一些浅一点的。好，这样的话就是一幅非常简单的这个竹子作品就画完了，就完成了。那么在完成主体的竹子之后呢，可以加上一些小的补景，比方可以调一个赭石色。然后呢，可以加一只小麻雀。小麻雀，因为咱们不是，咱们这个课程的主讲，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对照着小麻雀来画一画。咱们系统的大课里面呢，像这些小动物也会系统的去讲的。动物的画法呢，和这个植物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重点呢，就是动物的结构需要分析需要
像解剖一样，把这个小动物呢每个结构啊都给它掌握清楚，这样在画动物的时候呢才比较简单。那么这节课大家可以照葫芦画瓢，也照着像老师这样呢，然后也加上一只小动物，感受一下。然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来上一个小麻雀，这个地方可以来在这个地方来上一只，让它隐藏起来的这样一种感觉。画一只非常简单的画法的这种小麻雀，非常写意的这种。那这种的话呢，大家临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点上它身上的一些小雀斑。之后这个扣章的话呢，可以扣在这个位置。那整幅画面的话，这边空白比较多，但是呢，咱们扣章的话也是要选择这种，当然扣章就牵扯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构图布局问题。就单拿这幅画来讲吧，这幅画当中来说，落在这个位置可以提长款，就可以提好多好多字，比方说提一首诗，对吧？咬定青山不放松，提上一首诗或者提上一首词，提在这个位置没问题。如果说只提一个年款或者名款的话，这个地方就有点浪费了。那么咱们可以选择藏起来，落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画面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这边是画比较多这边呢空白比较多，形成一个聚散的这样一个势。这个就是一幅小的墨竹的一个画法。咱们再给大家来示范一幅墨竹。再来示范一幅这个风竹，就是风有风的这种竹子如何画。选择毛笔的话呢，给大家也聊一聊吧。画到这儿了，想到这儿了，就给大家说一说。选择毛笔的话呢，可以用狼毫或者是尖毫，雄狼尖毫都行，看个人的一个习惯。像我一般都喜欢用这种尖毫毛笔点墨成金的尖毫。风竹如何画呢？也可以先画上一个主心骨，一定要注意，不要从中间起手，要从偏左或偏右的位置起手，这样去画。画好中间的这个主心骨之后呢，开始加其他的地方。
加其他地方。那这个大家看一下是没有加墨的，直接笔尖上调的水，那么颜色就比第一个主感呢就要浅了。那可以再加一点点水。加上一些小的竹枝，这个就是一个小的，本来就是咱们画的呀，表现的呢就是一颗非常小的一颗小竹枝。刮着风的竹子怎么画呢？竹叶子都被吹弯了，竹枝呢也是吹的呀，都向一边去倾斜，一边去倒。所以这个势呢，一定要画出来。比方这个竹杆吹的非常偏，对吧？那么竹枝呢也跟着，好像风很大的样子。包括这个小竹枝也是，因为它细，所以说一些顶端的部分呢，它也是吹弯了。之后呢，开始加它的叶子。叶子啊，还是一样，笔尖上调浓墨。画枫竹的话呢，还是大部分咱们以这种腐叶竹为主。那腐叶竹的话呢，虽然也是腐叶竹，但是用笔的方向会产生变化，大部分要让它朝向总体的一个势呢，要朝一个方向才行。虽然也是芥字形，可以看到这种芥字形的结构吗？从这个地方再给大家画的慢一点，可以看到这种芥字形吗？整体的都是朝右下方啊在倾斜。这个地方也是。有些叶子呢，要反着，好像就给人感觉啊是迎风的这种感觉，但是呢被吹得非常细。继续加水，不用去加墨，加水就可以了。让它们啊在纸面上自然的产生这些变化，产生这些干湿的变化、浓淡的变化。因为咱们一直在加水，所以说这个地方画的就比较重，这个地方呢墨色呀就比较浅。想要还要浅一点的叶子呢，继续加水。
这个地方还是不断的在排列这种介字形的结构。唯一要注意的呢，就是要有聚散啊，要有深浅。那这一块就是一小块，对吧？这一块呢就是一大块。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大块，它这个地方是有点稀疏的，那怎么办呢？用一些小竹枝加一加，小竹枝，也可以呢适当的加一加浅色的叶子，这个呢就是在调整画面了。大胆落笔，画的时候呢胆子大一点，然后收拾的时候呢就要分析它的这种结构变化了。这些地方加上一些小的竹枝。顺势啊，再调一点点的略浓一点的墨。这个地方呢，来上2只小麻雀。这个赭石色。上一幅咱们是画的一只飞着的小麻雀，这个呢就可以画一只啊，在这儿落着的小麻雀。赭石笔尖上加墨。之后呢，题字的话可以题在这个位置。分析这幅画面啊，那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是面积是接近的，那么选择的话呢，这个位置题字会和这儿有冲突，那整体的势是从这边走的，对吧？那你题在这儿就会把这个势呢给挡住，所以说题字的话呢，咱们最终选择可以题在这个地方。好，最后扣上咱们的印章。这样的话，哎，这幅小作品呢就完成了。有浓有淡，有聚有散啊。这块是聚的，这块是散的，这块呢也是散的。
有聚有散，画面当中呢就形成这样一种中国的独有的这种水墨的一种韵味感。当大家把这些浓淡干湿都体现出来的时候，那么你的画面呢自然就有灵气了。好，这节课咱们就先给大家示范到这里。还是给大家留一个作业把今天咱们课上画的2幅呢，大家去画一下。在画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写意画的临摹和工笔画不一样，不要求大家和老师画的一模一样，因为老师在画同一幅作品的时候，也是画不了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在画的时候呢，要想着咱们之前课程讲的那个知识点，比方说竹叶子，对吧？那你可以选择用芥字形，也可以呢选择用个字形甚至呢你尝试用仰叶竹去画，看看能不能也画出这样的构图，这样的感觉来呢？大家要多尝试这个写意画一定是老师教给大家的是一个方法，就是画的一个大的规律、大的方法。具体的一些细节呢，大家可以去加上你们自己的一些审美自己的可以适当的去加以变动，这样才是学习写意画一个正规的一个学习方法，一个途径，而不是说像死临摹每一笔都和老师画的一模一样了，那个就学得太死板了。好，咱们就先讲到这里。